我膝盖屈不起来了，然后肩膀这边很痛，开玩笑，非常痛，现在非常痛，大家想出海的，现在出个鬼了。在亚庇的最后一天，我摔了一跤，要回国休养了。但是亚庇太好吃了，回家前呢还要再吃一顿海鲜大排档。今天我们试试游客区的网红店，看看值不值得一吃。最后还体验了一把机场轮椅服务。这趟旅行结束的还是挺意外的，真的是。亚庇，囧囧囧。在这边的最后一顿。对，手摔成这样的还要来吃海鲜，他也是，我脚上也是伤，我现在一瘸一拐还要来吃海鲜。本来我们大马还要待20天呢。对，现在要改计划了，因为我得回去看一下，我感觉我自己肋骨也动了。今天中午到 KK Garden 来吃，中午没有人，他们应该都去玩项目了。KK Garden 在嘉雅街有好几家店，这家应该是最大的，晚上还有表演。谷歌竟然有4.9的高分，而且双天也在这里，还有其他好多餐厅，就怎么看都像是酒楼式的复扣。它蟹这么贵的吗？100码1公斤。我觉得它那个100的跟我们之前60的差不多大耶。这个活虾是75，象拔蚌55，7星帮100吧，好夸张！哇，老魏7倍的差价，鱼市场东星帮才25马币1公斤，这里直接干到了180。想问问本地人，你们也会来游客区吃海鲜吗？鲍鱼150，贵州鱼是45，龙虾是5381公斤。来都来了，还是吃吧，评分那么高，也许味道非常惊艳呢。就是挑海鲜有点憋屈，贵的大的都不敢随便点了，还有6%的税呢。就我们这个计划是临时终止的嘛，等我回去查一下没问题，我应该还会再来。这我们点的菜上齐了哈，象拔蚌、螃蟹，我们这次炒的是胡椒的，因为这虾实在太贵了，只能买1只。它就切了2边，这干奶油炒的。干奶油虾上面这些一丝一丝的，其实是蛋黄和黄油做的蛋丝，吃起来酥酥脆脆，蛋香和奶香混在一起，跟吃奶油完全是2种口感。壳的好脆，下楼，你看这虾肉好饱满啊！非常满足，好弹牙。干奶油虾吃的是酥脆和蛋香，虾肉是没有什么味道的。而湿奶油虾呢，酱汁多，奶香浓，吃起来更加满足。我个人更喜欢湿奶油的做法。螃蟹，这是12块钱1只，它壳就这么大个，虽然小，但是它还有黄。它这黑胡椒是甜口的，它这小螃蟹是要3只一起点。大只的蟹肯定更好吃啦，小只的肉又少，都在缩壳。但100马币1公斤都赶上新山的价格了，在沙巴吃这个价，感觉有点大冤种哦。我觉得新山吃的那个黑胡椒炒螃蟹更好吃，这边吃的还是干香的好吃。象拔蚌，小象拔，谢谢平安，是葱姜炒的，是新鲜的，而且很脆口，但是它的葱姜蒜真的很抢味道啊！它是小象拔蚌，象鼻螺，还有吃着这个地黄苗抹菜，我觉得这个菜比素仔菜要好吃，滑滑嫩嫩的。我们这一餐一共吃了209.9。在亚庇，我们一共吃了3家海鲜大排档。KK Garden 的味道不错，很符合中国味，跟新布兰比味道差不多，但价格差了一大截。鱼市场虽然有点坑，但自己买自己加工，体验感超强的。性价比的话，我更推荐新布兰和鱼市场。你们还吃过哪家好吃的海鲜大排档？评论区分享一下，下次我试试。刚睡醒，今天是亚庇最后一天了，然后哇塞，这个日落，这有点过分的好看了。哇塞，这么红，10天来第一次哎，好漂亮啊！对，超好看的。我一直以为这是雪丸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壁画对面的雪丸，但是很少人知道他家2楼有家卖牛杂的小店。在亚庇很流行吃牛杂，因为这是华人向南洋带来的美味。这家店呢，也是我们偶然间刷到的，意外的好吃清爽。我点的是牛腩牛筋，厚切。好丰盛啊，因为牛筋啊。
牛油味很重，牛筋。人家好几粒牛筋了。喝一口汤，我的汤也好喝。我叔点的是牛杂，这个是牛肚、牛百叶，这个我不懂是什么味，肉卷吧，哇，还有丸子。丰富啊！喝一下试试，它奶味很重，但是就像冰淇淋泡这样的。板面，那你为什么爱吃板面？我喜欢吃碱水面。这牛筋有点太大了，它的牛筋炖的不是很烂，但是刚刚好，有嚼劲 ，QQ 弹的，不会像牛板筋有点冻。我觉得它的那个招牌应该上面画一只牛，因为这边太多显墨标志，一个壁画标志，然后下面水王标志，就很难注意到这家店。我觉得喜欢广东牛杂的也会喜欢这个。我们今天要回国了，我现在要去申请个轮椅，因为我一直瘸脚走路。好口。轮椅服务在值机的时候就可以申请了，不过最好要提早到机场，因为轮椅需要等待工作人员的安排。服务是免费的，办好手续之后呢，工作人员会推机场专用的轮椅，带我们走优先通道，过安检和海关，基本都不用排队，还挺方便的。封开了，他要去过安检，然后我应该是直接下楼了。亚庇机场要过2道安检，海关后一次，登机前再一次。随身行李交给陶叔过安检，我就没有行李了，直接走优先通道到达登机口。我现在直接撕了登机牌了，然后在这等第一个，直接等。工作人员全程推着我，一直到坐上飞机。最意外的是，我们居然还被免费升舱了，安排在前排，位置也宽敞了许多。我这次坐飞机是申请坐轮椅，亚航是直接在值机柜台那边就可以申请坐轮椅了，他拿那个机票去扫一下，然后就有个轮椅服务，反正直接从安检到过海关都是可以走比较优先的通道的。上飞机以后呢，升级到这个红色座椅这边，在第4排，原先我们是坐在第10排的，然后他空姐还会过来问，到香港那边还需不需要轮椅服务？这次的旅行就挺囧的，才来10天就要回去了，等我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再来。梅里还没去，思务也没有去，然后18店也没有去，好多地方都没有去。到达香港机场了，工作人员会推轮椅在航站楼等我们，这个也是免费的。轮椅，我们现在到香港了。香港机场真的是太大了，幸好有轮椅服务，不然以我挪动的速度都赶不上回深圳的巴士了。香港这边呢，也是带我们走优先通道，过安检和海关，不用排队，一直推我到坐跨境巴士的地方。这一路体验下来，真的是非常感谢机场的工作人员，让我们全程省时省力，轻松了许多。亚庇的旅程就这样结束了，虽然结尾有点狼狈，但回想起来还是很开心的。那下一站我们去哪里呢？有推荐的吗？